大家好，这节课咱们示范一下呀，这个兰花加上蝴蝶如何去画。就是在学的过程中呢，要活学活用嘛，就是学了兰花，也学了蝴蝶，那么这两个呢就可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对吧？包括后期如果说学了蜜蜂也可以呢和兰花组合在一起，蝴蝶呢也可以和桃花组合在一起，对吧？那后期的话呢，其实这些组合变化会变得非常多并且呢非常自由。首先，咱们画这种成幅作品的时候呢，首先要画这个，大部分情况下要先以植物入手，画完植物之后呢，再去添加补景。这个，蝴蝶可以算为补景。画的时候呢，还是笔尖上调，墨色要浓一点。记得兰花的这种用笔嘛，要有这种提按顿挫的变化。在真正画的时候，不一定画的非常柔可以画的比较刚硬一点，画的比较方一点，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呢，就是根据个人的一个性格个人的一个包括个人的一个心情来画就可以了，很自由的去画。可以用赭石色，对吧？也可以用这个朱标色。在颜色的选择方面呢，也可以活学活用，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完全按照我的一个思路，对吧？那我有时候其实用色也是很灵活的，也是非常灵活的。有时候我会用赭石，有时候呢我就用这个朱标。大家想要学我这种风格，对吧？想学我这种比较灵动的感觉，那么也是思想上呢，也可以像我一样，就是说没有那么太多的规矩性，总体的规矩要有，对吧？比方说这个总体的规矩是什么呢？就是要结构要对，对吧？结构咱们要画对。那其次的话，你像一些具体的一些颜色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可以呢变得不再那么太重要，可以加以更多的变化，这样出来的效果，对吧？才更生动。补上一小笔。接下来这个地方呢，来上一个小蝴蝶。这个地方重，这个地方也重，那么中间这个地方呢就浅一点，也是就是呢活学活用，让它们产生变化。
就可以了。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阴阳的变化。当产生了阴阳变化，具体你是怎么个阴阳，哪边是阴，哪边是阳，对吧？或者是阴阳它是层次的一个多少啊，一个分布是怎样分布的？这个呢是很自由的，只要有就可以，并且呢要符合呀自身的一个审美，至少让自己呢看着好看。这样的话就是一幅小作品就完成了。写意画呢，其实画起来啊还是非常简单的。当然，如果说想丰富一下细节，可以在黄当中呢加上一点点的朱标色，刻画一下细节。当然，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既然咱们画要落在这个，既然咱们要落在这个它的一个叶子上，对吧？那么需要注意呢，把它这个腿啊，把它这个足部要确确实实的，啊接触到这个叶子才行。这个是在组合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一点。这个地方提上字可以了。好，这样一幅小作品呢就很简单的就可以完成。那么再给大家示范一幅。可以先画上一块石头，其实这个笔上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这个朱标色，对不对？有也没事儿啊，咱们就顺着这个颜色呢就去画就行。之后调一个调一个适中的这样一个墨色。可以像这样比较慢速的来画这个。
之后呢，像这些地方啊，可以再来上一些墨点。这个是兰花，对吧？画的非常挺拔。周围的这些呢，可以加上一些小草的感觉。小草画的时候呢，穿插就少一点，然后从咱们这些水的地方啊，这样向外挑出去，可以。兰花比较高，小草呢比较低。兰花叶子比较挺拔，小草叶子呢偏柔弱一点。兰花叶子变化多，小草变化少。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在画面当中啊，寻找一种平衡，一种变化。可以用朱砂色画一个。其实这个颜色，在选择颜色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有兰花的，有这个绿色的花朵，有些呢是红色的花朵。所以说，其实，在画花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些花，观察完之后呢，进行总结归纳，红色的如何去调，绿色的如何去调，可以逐渐的总结出自己的一个规律。那其实我现在调的这个也是很随意的去调的，因为盘子当中有这两个颜色，对吧？然后又加了一个朱砂，这样呢就是很自然的调出这样一个红颜色出来。寥寥数笔，非常简单的把这个兰花画好。画好兰花之后呢，可以继续去加这个蝴蝶。这个是它的一个后翅，后翅比较重，前翅呢咱们就画的呀浅一点。前翅这边前翅比较浅，这边呢咱们画的呢再重一点。顺势呢，这是一只，对不对？这个地方咱们再来上一只。
之后再统一的加上它们的身体。身体的话也是一样，咱们之前两人用赭石色加墨，对吧？这个呢也可以用盘子当中有什么颜色往往呢我就会用什么颜色去调，可以用朱砂去加点墨，也可以呢是用朱标加点墨。其实朱标色加点墨就和赭石色呢就很接近，就非常接近了。之后呢，再给它们来上一些颜色，比方这个颜色，这个上面呢，来上一点朱砂色，和这个花朵的部分呢，形成一个呼应。前面比较浅，咱们就来点朱标，加点藤黄的这样一个颜色。另一只呢，就直接画一个藤黄色的。这样的话呢，两只蝴蝶也就产生了一个变化感，对不对？也就有一个变化了，一深一浅，一大一小。最后再在这个地方贴上字。中间这个呢要断开，尽量的咱们要断开。题字的话呢，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断开就可，不要压上去尤其是兰花，兰花的话，如果说把这个字儿把这个画给它压住了，那么会显得非常不舒服，有一种压抑感。可以断开。那么断开之后呢，发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字，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以扣2个印章给它丰富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幅小画。当然也可以再扣一个闲章，扣在这个地方。当然其实2个章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幅小作品呢，扣2个章就行。因为发现这边是比较空隙不是很大，然后需要留有一个空隙给人感觉呢比较透气。这个地方呢空隙也不是很大，这个地方肯定不能扣。所以说现在选择的话呢，咱就可以选择不扣不扣，2个章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给大家示范了2幅这样的作品。兰花当中呢，咱们可以搭配这个蝴蝶当然需要大家就是说2个分开去练，分开去练之后呢，再进行自由的一个组合变化就可以了。好，这节兰花蝴蝶咱们就讲到这里。